这个女人被士兵压在身下，这是她今天第5次被侵犯，身体和心灵早已麻木。士兵还不解气，在女人的脸上狠狠地吐了一口恶心的唾沫。女人咬着牙一声不发，默默忍受着这样的屈辱。她清楚地知道，现在在这些禽兽眼里，自己唯一的身份就是供他们发泄的工具。而像她这样的女人，在柏林还有整整200万。1945年4月，正是第2次世界大战战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间点。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努力下，德国逐渐处于弱势地位，各国军队纷纷踏入德国。这个被凌辱的女人叫做安娜，本是一名光鲜亮丽的德国女记者，才华横溢，能力出众，精通多国语言，游历过12个国家。在卷入战争之前，她有一个帅气的丈夫，幸福的家庭，出入的都是上流社会，生活平静而美好。然而一声声炮火打破了安娜的幸福。像她这样的精英女性，原本可以得到庇护，继续摇曳在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，但安娜放弃了，她决定留守柏林，等待丈夫回家。而像她这样留守的妇女还有很多，她们的丈夫都参了军，此时不知道在哪个国家侵略着别人的土地，有的几年没有音讯，有的甚至已经失去了性命。安娜跟随其他妇女躲进阴暗的地下防空洞，在恐惧和饥饿中默默祈祷着战争的胜利。然而等待他们的已不再是曙光，而是双眼猩红、面露贪婪的苏联军队。柏林被苏联红军攻陷了，原本繁华祥和的街道瞬间炮火连天，寸草不生。苏军以胜者的姿态，在破败的柏林街头狂欢、叫喊、抢掠、强暴，以宣泄压抑在心中太久的恐惧和对停战的渴望。女人算得上是战争时期的特殊物品，也是胜者的战利品。苏军既以胜利者的姿态，又以复仇者的面目，肆意对柏林女人羞辱蹂躏。而这群苏联的士兵们，他们的妻子、女儿，在家乡同样遭受着同样的待遇。愤怒和长期的性压抑，让士兵们更加肆无忌惮。看到蹲在防空洞里的女人们，他们把吃的统统拉到大街上，闯进防空洞，连哄带骗，用食物引诱饥饿的女人们出去。女人们实在是太饿了，一块发霉的土豆在这时都是美食。一个女人顾不上那么多，拿起土豆就开始狼吞虎咽。这个举动让士兵们哄堂大笑。安娜站在一边，把这些都看在眼里。这时的苏军对柏林女人还只是言语上的调戏，可很快他们就付诸行动了。果不其然，身后的仓库里突然传来一声惨叫，4个士兵正拖着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，准备在无辜的女人身上发泄兽欲。这像是打破了禁忌的窗户，其他士兵也不压抑了，他们纷纷抓起身边的女人，叫嚣着准备施暴。女人向安娜拼命呼救，说安娜会俄语，求她让士兵放了她。可就在安娜伸出援手之时，女人却把安娜和苏联士兵锁在一起，自己跑了。安娜自然也没能躲过，看着缓缓走过来的士兵，眼里发着兴奋的光。安娜假装妥协，把士兵带到一个角落，然后趁着士兵不注意，反手把士兵关进一个笼子里，自己趁机逃走。安娜明白，这样下去，女人们迟早会沦为玩物。她提出要面见上校安德烈，企图可以让士兵们反人类的暴行得到制止。可显然安娜还是太天真了，士兵们围在她的周围，他们用一种奇怪的戏谑的眼光看向安娜，就像在看动物园里的动物一般。在这些杀红了眼的男人眼里，这个女人简直就是个小丑。安娜感受到巨大的羞辱，但她硬着头皮想做最后的努力。可安德烈的一句话让安娜彻底死了心。У нас мужики все здоровые。这无疑是认可并纵容苏军在柏林的所作所为。安娜不敢继续待在这里，就在走回防空洞的路上，一个苏联士兵突然冲了过来，还没等安娜反应过来，自己就已经受辱于他人身下。哭喊和哀嚎不过是无谓的挣扎。暴行结束以后，安娜倒在角落里，心如死灰。那一夜，同安娜这般坠入深渊的还有无数个柏林女人。后来这种情况越来越寻常，这些人中有粗鲁的农夫、毛头小子，也有上了年纪的老人。好在安娜也是幸运的，她被一个德国寡妇收留，简陋的阁楼成了她唯一的庇护所。阁楼里还住着一对年轻的情侣，其中的男子是德国逃兵。除了安娜，还有几个和自己一样的妇女，她们每天心惊胆战地在阁楼里生活，每天房子都会经历一遍蹂躏，有人上吊自杀，有人被枪杀。苏联士兵们得到长官的默认后，更加肆无忌惮，他们不论高矮胖瘦，不论年长年幼，都成了苏军肆意践踏的战利品。整个城市到处都是女人们的哀嚎。安娜不甘心一直这样被凌辱，她再次找到上校安德烈，颤抖着走向这个男人，深吸一口气，开始诉说他和同伴们遭受的苦难。上校依旧置之不理，因为他的妻子也曾被纳粹这样对待，他对德国怀有深刻的仇恨。安娜说的这些，对于德军给苏联犯下的创伤根本不算什么。安娜无力反抗，也就受着。她开始觉得，与其被那么多人玷污，不如主动出击，寻找庇护。
二战后期，德国沦陷，柏林成了人间地狱，200多万德国妇女沦为苏军的玩物。女记者安娜不甘受辱，主动寻求庇护。她走在大街上，物色高级军官，一名中尉进入了她的视线。她几经讨好，万般顺从，奈何对方只把她当作玩物，提起裤子就不认人，从不庇护她。安娜狼狈不堪，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。就在她心灰意冷的时候，上校安德烈找到她所安顿的阁楼。安娜没有别的多余的话，利索地脱下身上的衣服，准备接受新一轮的凌辱。可安德烈却只是意味深长地看了安娜一眼，转身离去。也许是后悔，是愧疚，是家乡被践踏的愤怒交织在一起。上校开始反思，这样的行为和那些反人类的纳粹有什么区别呢？就像神话故事那样，少年屠杀了恶龙，自己也成了恶龙。篝火晚会上，一名士兵拿着手里抢来的珠宝，一脸得意地炫耀自己的战绩。上校看着他那模样，想起今天看到的路边裸露的女人的尸体，藏在心底的善良本性伴随着对安娜的好感，开始悄无声息地绽放。顽强而坚毅的安娜成了上校的牵挂，莫名的心动和愧疚让上校开始不再见死不救。他动用自己的力量庇护着小阁楼和里面的人们，让安娜一行人免受伤害。不仅如此，上校和身边的几个随从还时不时会去小阁楼串个门，带些物资送给这里的柏林女人们，大家一起吃饭、喝酒、聊天。这时候的他们团结友好的像一家人，久而久之，安德烈上校与安娜暗生情愫。这天，一群苏联士兵突然闯入阁楼，要大肆搜查。原来是住在阁楼的年轻情侣出事了，他们天天待在阁楼，从不露面。没想到那个德国逃兵出去偷吃的却暴露了，苏联士兵叫嚣着要处死所有相关的人。关键时候，上校站出来，用拳头和权力进行震慑，还派了士兵驻守，保护居民楼里的女人。可这一举动却得罪了苏联士兵，为日后的麻烦埋下隐患。在这之后的日子里，上校和安娜的距离越来越近。安娜觉得安德烈与其他苏联士兵不同，他尊重自己，有良好的修养，还会弹钢琴。因为这份感情，居民楼的安全也得到了最大的保障。虽然两个人坠入了爱河，可都不愿意直面这份感情。在残酷的战争里，他们注定是有花无果。上校依旧无私地保护着安娜，安娜和朋友们甚至开始聚在一起，苦中作乐，喝酒聊天。至此，越来越多的柏林女人开始效仿安娜，争先恐后寻找靠山。于是，在阁楼中，在废墟间，常常能见到苏联士兵和德国女人成双成对的影子。若抛去国籍与身份，其实他们都是战争的受害者，都渴望在满目疮痍中寻觅微茫的暂时的避风港。直到1945年4月30日，希特勒自杀，德国彻底战败，胜利的歌声响彻整个柏林，女人们的梦碎了，不会再有人来拯救这座陷落的城市。他们的前路生死未卜，苏军强迫柏林女人和他们一起庆祝德国战败，举杯高歌。就在这个节骨眼，一个醉酒的苏联士兵来到阁楼寻欢，那对苦命的德国情侣终于落入魔爪。士兵拿着手电筒照射在女人脸上，姣好的面庞此时却写满了恐惧和绝望。他很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却还是努力的挣扎。躲在一旁的男友不愿看到心爱的女人受到凌辱，他开枪了，可惜没有打中。可他不仅没有打中，还被推下楼梯，当场摔死。由于男人是德国逃兵，私藏敌军士兵，性质更加严重。上校安德烈只能当着所有人的面杀了女孩。按理说，阁楼里的其他人都要陪葬，但上校强行保下了所有女人。这一举动再次激怒了其他的战友，他们认为上校这是在包庇，是背叛了苏联。可安德烈上校并不在乎，安娜知道上校这样冒险全部都是为了自己。他难以形容心中的风起云涌的感情，更知道自己根本就没有条件，也没有能力去接受上校那潮水般的爱意。苏联军官的长官爱上了敌人的妻子，他为他提供服务，他保障他不再被人欺负。这一天晚上，安德烈上校放下民族尊严，放下仇恨，对着深爱的安娜深情告白，问安娜愿不愿意抛下一切跟他走。安娜却无法接受，她还有一个生死未卜的丈夫。道德的枷锁和残酷的现实让安娜只能拒绝上校。上校虽然很伤心，但也没有勉强。就在他转身要走时，却被安娜从背后拉住。看着上校那饱经沧桑却男人味十足的面庞，安娜深深地吻了上去。这天晚上，安娜宽衣解带，这受尽凌辱的狼狈的身体是安娜唯一可以给到台面上的礼物，两人最后一次放纵自己。不久后，战争结束，安娜的丈夫作为俘虏被遣送回国。安娜终于见到久别的丈夫，经历了许多事的两人此时已经有了无形的隔阂，他们不再亲密无间。丈夫用一种狐疑的眼神在安娜身上游走，安娜没有怨言，而是默默地走进房间，拿出一本日记本递给丈夫。这是战争席卷以来安娜每天记录的关于自己的屈辱日记。本以为会得到丈夫的怜悯和疼爱，可安娜高估了丈夫对自己的爱。
在安娜的注视下，丈夫一页页看完了日记，良久才说出一句。听到这，安娜的心里掀起一场海啸，然后不声不响地落下。她的心死了，自己和丈夫再也回不去了。安娜没有为自己辩解，更没有为丈夫的冷酷无情而加以斥责或哭泣，而是默默地点点头，转身走出这个惨败的房屋。或许安娜已经料到了这种情况，与其说是失落，但更多的是平静。她的心里有了答案。安娜骑着安德烈送的自行车，穿行数里来到苏军阵营，为安德烈送行。上校因为包庇罪即将面临惩罚，安娜顾不上那么多，冲到上校面前。她的哭腔里带着绝望，在众人看不见的衣摆之下，安娜悄悄拉住安德烈的手，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。最后，安娜目送着上校离去，丈夫则搬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，抛弃安娜独自离去。影片末尾，安娜没有放弃生的希望，她独自留在柏林，在苏联军队的枪口下挣扎着，为自己的生活添上一份丁香花的诗意。战争也许会过去，一切也都会重建，但像安娜一样的女人们受到的伤害和心灵的创伤却永远挥之不去。枪响之后没有赢家，只有无数受苦受难的人民，他们的声音被淹没在巨大的历史洪流里，但从不放弃。在战争中努力活着，何尝不是一种勇敢呢？